大家好，我是我们的小熊兄弟。我们今天来测试光魂的年度旗舰之一无双战神2期，它是一款2英寸4K 240赫兹 QD OLED。那么同时拥有80G 的 DP 2.1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的表现。我们先从包装开始来看起，无双战神2期采用了褐色的环保纸皮设计。打开包装，内部采用了黑色泡棉作为防震材料。配件方面包含了一个电源适配器、一条电源线、一条 HDMI 线、一条 Type-C 线、一条 USB 上行线和一张品牌感谢卡。我们来把它安装起来，底座拧上免工具安装的螺丝，支架在卡紧面板本体，就算安装成功了。整体安装的便利性还是很不错的。来看外观部分，正面依然是 QD 独特的窄边框设计，底边为金属材质，中间印有 SDC 的 logo。侧面来看，面板部分非常纤薄，仅为 4.5毫米。背面小背包设计，背包上有一条 V 型灯带，代表 Victory 的美好寓意。底座为方正设计，不占用桌面的空间。支架支持升降、俯仰、水平和左右各9处的垂直旋转，支持10×10壁挂规格。同时，我们还重新开模制造了一套全新的磁吸挖孔支架，便于用户桌面理线。这个版本将会在6月份推出。接口方面依然豪华，2个满速80G 的 DP 2.1，一个满速18G HDMI 2.1，一个100瓦全功能 Type-C， 一个 USB 上行，3个 USB 下行和一个音频接口。接着我们进入显示画面测试环节，点亮机器，屏幕中间会出现 SDC 的 logo， 右下角还有 HDMI 协会标识，然后就进入了桌面显示画面。我们来说一下第一观感，原厂 AR 镜面屏，画面非常通透，色彩艳丽，没有油腻感。实测 sRGB 容积达到了 144.71%，PPI 为166，对比32英寸提升明显。字体没有毛刺和彩边现象，指像素形态依然是品质型。OS 菜单方面，我们设计了独立的光魂 X1 UI， 操作的方式是背面的5项摇杆按键，出厂默认为黑色。菜单中提供了多种预设画面模式，暗部增强、VR、辅助准星、色彩增强、电竞小窗口模式。同时，我们还着重加入了 OLED 的防闪烁功能以及重构 H+ 算法。接着，我们来进入数据实测环节，先看白平衡和色温表现。2期 X1 出厂默认为6200K，DOV 0.0015，sRGB 色域为6357K，DOV 为0.0006，P3 模式6417K，DOV 为0.0004，白点没有明显的偏离。色域空间方面，通过一切测试 sRGB 色域覆盖为 99.5%， 平均色准 1.07， 最大色差 1.91，P3 色域覆盖为 98.5%， 平均色准 0.84， 最大色差 3.41， 平均色准表现很出色。但 P3 由于红色过度缩线，导致最大值偏高。SDR 亮度方面，无双战神2期配备的 ABL 机制开关，开启 ABL 状态下，1%的窗口亮度为468尼特，3%到10%的窗口仍然可以维持到460尼特左右，只是全屏白点亮度在268尼特。关闭 ABL 机制，亮度维持270尼特左右。我们再来看 HDR 亮度，游戏模式峰值亮度最高，1%的窗口可以达到1009尼特 ，HDR 10 1005尼特 ，HLG 999尼特 ，Turbo Like 400为450尼特。通过亮度曲线，我们可以看到游戏模式非常激进的亮度策略，1%到3%都可以达到1000尼特以上。之后亮度开始下降，全屏为260尼特。Turbo Like 400模式相比之下会平滑许多，峰值为450尼特，用于对抗 ABL 机制带来的亮度骤减现象。亮度和色度均度方面，使用成像仪分析，在纯白的画面下生成 3D ISO 图像。屏幕右下角亮度最高为280尼特，中心紫色区域为270尼特。使用国标25宫格测它的均匀度数据，最大差值为 3.55%。色温均度方面，全屏升温在6000到6165K 之间波动，没有明显的差值变化，表现非常出色。可视角度方面，通过视角成像仪生成雷达图，红色区域最佳垂直和水平角度在45度左右，肉眼观测没有明显的亮度和色彩衰减。频闪测试方面，我们测试它各亮度下的波形，无论是 SDR 还是 HDR， 调节亮度不会改变波形的占空比，频闪波动深度为 9.58%。同时，我们还测试它各白点亮度下的 SVM 值，手动最低亮度为14尼特，此时 SVM 值最高为 0.219， 小于1，属于是 CIE 不可见的范围。需要特别介绍的是，我们在前面已经提到2期 X1 搭载的 OLED 动态防闪烁技术，通过我们优化软件算法，减少低刷新率下 OLED 的屏幕频闪现象。白点光谱方面，通过一切测试，蓝光波峰在453纳米，高能短波蓝光占比 11.22%， 属于是硬件低蓝光的水平。借用了全屏黑场 OLED 纯黑的特性，不发光，因此不存在漏光现象。接着我们来看无双战神2期的带宽、色深和兼容性的表现。全时 DP 为 2.1 满速 80G，HDMI 2.1同样是满速 48G， 连接 PC，DP 接口可以支持 4K 240赫兹10比特无损输入。主机端支持 4K 48到120赫兹可变刷新率，支持 HDR 和自动低延迟。使用 HDMI 2.1直连麦克，可以支持48赫兹到240赫兹可变刷新率，支持 High DPI 和 HDR。输入延迟方面，在 4K 240赫兹的刷新率下，全链路延迟为 11.86。HDR 方面，如前面所讲，我们重构了底层逻辑，将以往的画面模式更改为了不同的 HDR 标准，且加入了少数设计显示才拥有的 HLG 模式。我们先来看 UTF 曲线方面 ，HDR 10模式下，0到60灰阶做提亮，60到80灰阶做滚降，之后做裁接，逐步贴合标准 PQ。Turbo Like 400模式0到50灰阶贴合标准的 PQ，50到60灰阶做滚降，80灰阶开始裁切，之后提亮至峰值。游戏模式调教更加激进，0到60灰阶大幅度做提亮处理，之后
后开始贴合标准 PQ， 最后来看 HLG 与标准曲线完全贴合，严丝合缝的逻辑，可以使相机拍摄的 HLG 内容直接在27XEUE 进行编辑，给内容创作者提供多种选择。H+ 实景方面，我们使用松下的 UB9000加完美星球蓝光盘进行测试，在显示有太阳的实景下 ，H+10和 TubeLike 400模式都为400尼特，游戏模式341尼特，在海王小区外高光场景下 ，H+10模式可以达到970尼特的超高峰值亮度，这样的表现在同规格产品中实景亮度是最高的。游戏模式888尼特 ，TubeLike 400模式为457尼特。在岩浆流动的画面中，岩浆的红色出现了明显的过饱和，岩石的纹理清晰可见，没有丢失现象。在天空等渐变场景下，由于欧莱的原生10比特的色深，没有出现任何的色彩断层现象。H+ 游戏模式过于激进的调教带来了一个小弊端。H+10模式我们以画面观感为优先，做了一定的美化处理，但部分高光场景下会出现轻微的过曝现象，红色和影片一样会出现过饱和。切换到 TubeLike 400模式，即可还原符合标准的 H+ 原生色彩。由于欧莱的黑场过于纯净，暗场容易丢失细节，因此我们针对 H+ 游戏模式优化了亮度曲线。即使是杀手2大面积黑场，无双战神2期仍然可以保留大量的纹理细节。除此之外，我们还优化了 Windows 和 Mac 系统 H+ 常驻画面的效果。H+10和 TubeLike 400目前常驻不会出现明显的发挥，且在网页观看 H+ 内容时，也有类似 H+ 的高亮观感。尽管本次 H+ 内容重构工作量非常巨大，但我们也想尽团队最大能力和可能为大家带来最好的产品。整体无双战神2期 H+ 性能部分，无论是峰值亮度、实景画面观感，在同级的欧莱的表现中都属于是非常优秀的水平。游戏竞技体验方面，27XEUE 最高支持240赫兹刷新率，在实际测试中没有出现跳帧的现象。灰阶响应方面，它没有配备任何的 OD 档位，通过一切测试，平均灰阶达到了 0.287。在运动显示时间方面的测试中，最高240赫兹的状态下 ，BET 为 3.315毫秒。通过 UF 运动轻度画面的观测，无论是本体的清晰度还是后方的拖尾，表现都非常出色。接着我们来拆机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它内部的做工、用料以及它的数据天天榜的表现。拆开小背包可以看到金属屏蔽罩，下方则是驱动板，主控 IC 是锐意的顶级旗舰 RTD2739，这是金钱的味道。这是满速80G DP2.1和满速 HDMI 2.1，旁边还有一颗乐德瑞的 LDR6282，这是 Type-C 100瓦 PD 供电以及 DP Out 功能。在 USB 接口上方是微声的 VL817-Q7，用于实现 USB Hub 3.0 功能。继续向下拆解，我们可以看到 T-CON 板，主控为三星 Display， 两侧分别是三星的内存和闪存颗粒。接着我们来看它面板，型号为 QMC265AA01，这是一块韩国原装进口的 QD OLED 的面板，26.5英寸，4K 240赫兹刷新率，99%的 DCI-P3 覆盖率，原生10比特，0.03毫秒的 G2G 响应。接着我们来看27XEUE 实测数据方面的表现。我们先从色域开始看起，通过精准的3色坐标计算，它达到144%的 sRGB 容积，色域天地榜排名第48名。H+ 亮度方面，最高实测为468尼特，亮度天地榜排名第35名。H+ 峰值亮度实测1009尼特 ，H+ 峰值亮度天地榜排名第41名。亮度均匀度方面，在15宫格的白点测下，最大差值为5.44%，均匀度天地榜排名第41名。最后响应时间方面测试，通过一切实测，平均灰阶达到0.287，灰阶响应速度天地榜排名第8名。运动响应时间方面测试，在240赫兹刷新率下 ，BET 为3.315毫秒，与同规格4K 240赫兹 OLED 相当。按照惯例，我们现在对它进行一个优缺点总结。我们先从优点开始来讲起。第4代 QD OLED 的面板，4K 240赫兹刷新率 ，PAI 提升到166，字体显示非常细腻，原生10比特的色深 ，OLED 自发光，纯净的黑场。画面非常通透。微秒级的响应加上240赫兹刷新率，运动轻度非常出色，在实际 FPS 游戏的跟枪和定位更加精准。优秀的高动态调教 ，H+ 算法重构大幅度增加了观感亮度，同时优化 H+ 模式下常驻 H+ 内容的观感，新加入 HLG 标准，对内容创作者更加友好。极致堆料，锐意的 RTD2739顶级芯片，支持满速80G DP2.1，满速48G HDMI 2.1和100瓦的全功能 Type-C 接口，接口配置在行业中可以说是拉满。硬件低蓝光，配备了 OLED 防闪烁功能，减少肉眼可见频闪。接着我们来说下缺点。HDR10 模式存在轻微的过曝和红色过饱和。QD OLED 的通病，屏幕会受到光线的反射，表面会泛紫，导致照度对比度下降。好了，各位，以上就是我们光魂无双战神2期的全部的测试报告。如果大家觉得我们视频做的还可以，希望大家帮我们点赞、转发、甚至订阅我们频道。那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